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宝，我是左撇子。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电影是《妈的多重宇宙》。他在4月金马奇幻影展的时候，就口碑超好，然后正式在台湾上映的时候，评价很两极这样子吗？剧情部分呢，就是有一天杨紫琼她的老公跟你说这个世界是有多重宇宙的，然后有人在追杀你。可是那个老公其实是从另外一个宇宙来的老公。当然，你就一开始说我不相信你在讲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有很多笑点了啦。然后慢慢的了解到前因后果、前世今生，我们会喜欢多重宇宙的电影，除了是打开你的脑洞之外呢，让你去看不同宇宙的世界，透过多重宇宙来更有同理心的去对待别人，这是我喜欢的原因。大家的好评来自于说他脑洞大开啦，但是我更推荐大家，如果你有看过 Rick and Morty， 会有更大的惊艳的地方。我觉得 Rick and Morty 它动画片的关系更自由，他一想要去那个星球就去那个星球，也不用做多厉害的实拍跟特效的结合。其实我看完这部片以后，我觉得里面的女儿土巴基，对，哦，她名字超难念，她的心理状态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去探讨的。接触身心灵之后，我可以同理她的那个心理变化。如果说我真的可以穿越多重宇宙去看到那么多的善恶对错，你就发现根本都没有绝对。也许在这边杀人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在这边还不是活得很好？就开始会觉得说，那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每一个时空的我都已经达到了，突然间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茫然。假设我们今天都来了一个耶稣的传讯人，大家就开始讲，其实耶稣的生平，他以前不是在这里的，他其实几岁的时候妈妈就走，其实他的妈妈是那样的，就是不同的传讯人接到的耶稣，好像讲的八卦都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就是蛮疑惑的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多重宇宙都存在，那这些八卦可能就是他在那个时空是这样，在那个时候这样，那我现在追求哪一个才是正确，不是很蠢吗？因为他们都在啊。然后开始觉得说，我真的该相信这一切吗？那如果这一切都是自我催眠，多重宇宙可能也是自我催眠啊，神也是自我催眠啊，我接高龄也是自我催眠啊，意义何在？所以难怪有时候问多一些事情，他建议要慢慢让人接近，因为跳太多的资讯可能会毁灭我们。我觉得会，其实像猪八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觉得说做的一直都对，做一直也都错啊，没有意义，啪就想要走进那个黑黑的杯狗里面去毁灭这一切。我刚好也有看到有一个影评，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没有二元，没有对错，你还是要有一个你想要站的立基点。就像我现在好了，我知道这是幻象啊，我知道人都会死，这个通灵也可能只是我的宇宙里才出现的。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，我就会想，好，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在这边得到最大的乐趣？这是我想追求、我想要体验的，去选择一个我想要用什么观点去经历这一切。我会去发现那一个选择跟那一个观点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人没想到这一点的话，就会否定掉他所有的经历。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好像有一些修行人就觉得好烦哦，我要离开，我要去山上躲起来休息。之前接触身心灵以后，要找到一个对世界观的重新建立嘛。那像你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你现在也可以接受通灵、接受传讯，然后接受不同的教派，都确实存在。你对于自己的信仰认同，现在有怎么样的调整吗？我就是认为这只是部分的世界观。你是说你原本所信仰的基督教只是部分的世界观？对，从历史上来说，百家齐放嘛。那我们后来就独尊儒家，像是曹操这种人，他会觉得我就全部学完，各个地方挑我要的。虽然这件事情对很多宗教来说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挑着你想相信的，那你不想要做你就不做，他们会觉得不对。当他 approve 你这个人有特例那其他人有跟进的时候，可是跟进的人没有这个能力，这样对吗？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之前我看过有一段话，我觉得写得很酷。他就说所谓的幻象跟真实的差别是什么？他说幻象是你不可以去质疑它，因为他很害怕你质疑它。可如果是真相的话，你怎么样去挑战它，他都不害怕。欢迎大家不断的去辩论，欢迎大家不断的去质疑，因为这个东西才会越变越清楚。没错，我想要得到一个真相嘛，那个真相也许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真相，但起码是我的真相。我需要透过我的怀疑去得到我的真相，就像是在找攻略一样。每个人在打这个游戏，他有自己玩法，所以有些人觉得我就是不一定要去当战士啊，我先当商人，我最有钱之后开始买最强的装备，我要去练等，也行，没有不对。他就是我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攻略，我要看更多宇宙的东西。那我们差不多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可以找芬多奇来聊个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芬多奇。你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部电影好玩吗？我觉得这部电影不错，但是它能够表现的确实还是蛮有限的。对于多重宇宙的东西，因为像他在讲多重宇宙的时候，会仿佛每一个多重宇宙
是差异很大的。我可以理解这样子串联起来才会有戏剧性，冲突比较大。对，像你刚才讲到 Rick and Morty 在讲多重宇宙这件事情上面，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更接近的。你们确实在每一秒钟在不断的跨越，不断的选择我要去哪一个多重宇宙。所以3维的人就不能破到4维去。你的意识可以去，因为在4维的空间的时候，人体是不存在的。人在做梦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情啊。在这部电影里面有提到说，做梦是一个帮助你去多重宇宙的过程。对，它是唯一方式还是其中一种方式？其中一种方式，如果人类认为自己的脑袋就是全部的时候，意识会没有办法离开脑袋。可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，脑袋就松懈了，你就可以从这个小盒子里面出去，然后到不同宇宙的你去体验。灵魂系统就像是你是星光影城，里面有26个厅。你睡觉的时候，你就会从某一个电影里面的那个主角的角色退出来，变成像观众一样，你可以选择啊，我今天去第6厅演一下好了，我今天还是去第7厅演一下，你的位置就不再那么固定，只是某一厅里面主演的人了。看跟实际主演就是2个不同维度，没错，所以不只是时间、空间，对，包括认知。所以假设我今天觉得你是坏人，我可以在你的世界是一个坏人，我在我的宇宙经历的会跟你完全不一样。可是你看见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从那一个角度看的我，永远都是坏人的角度在看我。但是如果一转念，你就会变到另外一个宇宙。你的选择跟你的思维决定你的世界。例如说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对吧？你选择要不要敞开自己，去接受其他宗教信仰的东西，这个跨越其实就很大咯。这个是一个思维上面的改变。一旦你愿意跨出去，你会经历到的那一个时间轴发生的事情，跟你选择不跨出去那一个时间轴发生的事情，就会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。这个电影里面在讲多重宇宙很像的，其实就是他用电影的方式去讲解了多重时空的你都同时存在。你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的话，你确实就可以看见他们，而且你还可以从他们那边学习到东西。就是例如说，我在这个宇宙的我学会了放下对女儿的限制，学习接纳她跟我之间的差异。那么另外一个宇宙的我其实也会改变。这个里面也许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存在的。那像妈妈，她跳过去的那一瞬间，那她原本的人格跑去哪里了？她还在啊，只是她把她的注意力跟她的意识放在哪里？会很像是你像这样在大宝上吗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当你到了那个影厅的时候，你会完全的相信你就是那一个电影里面的主角。原本那个影厅的那部电影其实还正在演，你的意识也是多重的存在的。可是因为你们在做梦的时候，你们会觉得说我在睡觉，所以我在梦里才存在。但其实不是，就算你现在是醒着的，你梦里的那个你其实还是同时都在活着。所以说，建立自己的秩序，稳定自己的选择是很重要的。电影里面，杨紫琼她是不是有一个时期有经历过，就是我好想要离开这个时空啊，因为这个时空的麻烦很多，对，我干脆逃开好了，我去这边一个事业家庭两得意的时空好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可是去到那边之后的你会知道你是逃避的。那原本的我跑去哪里？原本的过去就被自动导航。你不会说自动导航，因为你的意识基本上它就是多重的存在，它还是会有一个意识在这里，它一样会继续过它的人生，只是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一个时空的你而已。刚刚大宝就有提到，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会慌掉，我称为锚定，就是在多重宇宙中，你必须下一个锚，你才知道说，在这个宇宙的价值观下，我该做什么才享受这一切。这个锚被拿掉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乱掉，像是里面的女儿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锚该这样丢？那是一个选择。假设你今天想要出国玩好了，然后你自己去了日本2天，你就觉得无聊，我去西班牙。去了2天西班牙以后，你又找到西班牙的缺点，所以你又想要离开，去美国，你又一直看到它的缺点。假设你游历了80个世界，然后你又回到了台湾，人家问你说环游世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其实没有真的得到什么一个很深的东西，因为你给自己一个场域的体验的时间都太短。只要待在现在的这个时空，好好去体验，你想要得到的都可以得到，不管是好的，不管是坏的，用你们的语言来讲，其实这些东西才是能够去丰富你的旅程的一些细节。当你可以用一个享受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细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超好玩的。其实你也不一定想要去别的地方了。那另外一部电影叫做《救世主》，他认为我把其他人杀掉，我会更强，因为我把所有的宇宙能量都灌到我自己。真的这种事情吗？以3D 的世界来说不可能，因为在3D 的世界你只能有一个。如果你去到另外一个3D 的你，那你就会变成那个他，不会有2个你。在那边你选择自杀了，你又再这样子回来的话，你的意识会经历过这个过程，你体验过自杀，那自杀带给你什么样的后果，你会去承受？像我有些朋友，他就是求生意志很弱，我们该怎么劝他？陪伴他，尊重他。
那是一个过程。但是你为什么身边会有这样子的人？你当然可以去很负面的去看待这个事件。如果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而发生的，那这件事要为你做什么？以灵魂的角度来看，不是伤害的。你们想象，如果你们是玩电动好了，我跟你组队，等一下我这边先跳下去，然后你就踩着我跳过去之类的，或者是我扮演这个国家的人，你扮演那个国家的人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打一场架，借由这个打架会学到一个什么事情，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打架会这样啊。这其实就是为了去得到体验而去做的一种游戏。你可以这样想象哦，如果整体的宇宙就像是一棵树好了，每一个宇宙就像是枝干长出来的一片叶子，每一片叶子又是一个宇宙。那它的源头确实是一样的，可是它们在不同的面向都长出了不同的样貌。但我们可以选择想要去哪一个从？如果是从源头的角度的话，当然是可以。你们来地球才是出国，你们现在其实在异国生活着。当你们离开了这个身体的时候，会回到家里。所以不用害怕，回去那边会是怎么样？看你要回到哪一个程度哦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如果说5642个枝叶上面的那一片叶子，那我的意识从这片叶子的叶端离开了以后，我要回到树根吗？我要回到那片叶子吗？还是我就当树皮？是有选择的，你有选择，而不是说被指派任务。没有，你有选择的。没有说哦，你因为要还什么什么，你要还什么债也是你选择要去还的。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还了，基本上你不想还，但是那个东西还是会回来的，这是一个宇宙的法则。也许不是在这个时空而已，因为宇宙本来就是透过这样子在认识自己，不断的出去回来反馈，创造出不同的面向的自己，然后每个东西都各自的去发展，于是它变成一个越来越立体、越来越全面、越来越丰富的一个存在体。那谁建构这个规则？没有一个谁耶，它并不是一个拟人化的东西使得它这样子的。像你们刚才在说的佛家的无。开始，无就是什么体验都没有，什么感觉、什么情绪都没有，于是它变化了。它从一个无的状态开始有了 A， 有了 B， 有了 C， 然后开始膨胀了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所有人的改变都会不断的在扩张它，那么它就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，以一个这样的状态不断的在变大、变大、变大、变大。从最开始的无到那有的那一瞬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它变成有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很想知道。但知道要干嘛呢？你不觉得这样存在就很好玩吗？也许它的理由好像不是我们可以用拟人化的方式去思考的。所以你怎么看我们地球的这个宇宙吗？游乐场，我觉得后面一定超级有趣的，我非常期待。我已经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。很期待我们家用别的电影来问更多我想知道的问题。好，谢谢你，这辈子我好喜欢你。真的，我好喜欢你，真的。好，拜拜。对，多聊天，拜拜。不要趁乱告白啊！妈的多重宇宙，对，瞬间害羞了起来啊！而且我觉得其他那时候想要说这辈子我爱你，然后我想说哦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可以用喜欢吗？对，今天太害羞了，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